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俄军接到白俄，突袭乌西城市，拉脱维亚筑起抗俄城墙。根据乌克兰军事媒体报道，泽连斯基证实，俄军已不再满足于正面突防，而是开始利用白俄罗斯领土作为天然掩护。俄军开始操控大量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绕过乌军防空拦截线，从后门对乌克兰西部城市发起突袭。这种战术的调整直接导致近期乌克兰西北部，特别是临近波兰边境的科维利等城市遭受袭击的频率显著增加。俄军显然已经摸清了乌军现有的防空部署，试图通过借道第三国撕开乌克兰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对此，泽连斯基已紧急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严拟对抗措施，重新织密西部边境的防空网。为了填补防御漏洞，乌克兰还将目光投向了新型拦截科技。泽连斯基透露，乌军预计将在今年冬季将接收瑞典研发的克鲁格拦截无人机。这款经过前线实践的新装备，具备月产数万架的惊人产能，足以成为乌克兰以无人机制无人机的新利器。除了在战术层面寻求突破，乌克兰也在战略层面为长期战争做准备。乌克兰国防部宣布，将正式启动一项历史性的国防融资计划。国防部已正式与6家乌克兰银行签署了一份价值5.13亿美元的财团贷款协议。这笔巨额资金由国家担保，将全部用于资助乌克兰本土国防工业企业，帮助其扩大生产规模并实现现代化升级。国防部部长德尼斯·施米哈尔强调，这意味着前线防御者将获得更多乌克兰制造的武器，从无人机到火炮，本土军工产能的释放将逐步减少对外部援助的依赖，构建更加自主可控的国防供应链。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乌克兰已通过软贷款项目支持私营军工企业，如今的贷款同样是在为持久战积蓄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外交战场上，欧洲也在积极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巴黎将于1月初主举办议院联盟会议，汇聚主要欧洲国家，敲定对乌克兰安全框架的具体贡献。马克龙在 X 上的推文透露，在与泽连斯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后，各方在安全保障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欧洲这不仅要为乌克兰提供短期的军事支持，还要继续构建公正、持久和平的核心机制，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为乌克兰撑起一把可靠的保护伞。与此同时，作为北约东翼前哨的拉脱维亚正在用实际行动筑起一道物理意义上的抗俄城墙。拉脱维亚宣布已全面完成与俄罗斯边境的物理屏障建设，加固围栏总长度达280公里。不过，这还只是开始。据拉脱维亚内政部长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欧盟东部边境建立最现代化的边境服务。除了实体隔离墙，另外政府还计划在沼泽地等复杂地形建设浮桥步道，确保边境管控无死角。以上种种举动不仅是对俄罗斯潜在威胁的直接回应，更是整个欧洲加强边境安全、抵御混合战争的重要一环。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